这是我在去年11月做的解析槟城生活成本的视频，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们应该大部分都看过。今天我们就从房租、学费、食品日用品、医疗保险、汽油车险、家庭网络、手机话费、电费、水费，盘点一下每个月固定支出的这笔流水账吧。没想到刚刚过了半年就需要来复盘这张表格，因为最近很多东西都或多或少起价了，所以里面有好几项内容的成本需要调整一下。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因为相隔只有半年时间，孩子们还在同一年级，所以学费并没有变化。国际学校的学费一般都是根据年级增长的，年级越高，学费也越高。而食品日用品、家庭宽带、手机费、汽油车险这些也都没什么差别。接下来聊聊起价的部分，首当其冲的肯定得是房租了。去年11月份，像我们住的 Tamarin1047方尺的空屋子，2000令吉还是可以租到的。现在的话，已经涨到2200到2500令吉了。而空屋子的选项也比较少，全装修屋子的租金水平目前在2800到3000令吉。如果是大的房型，那么价格就会更高一些。其实价格的上涨主要还是供需的变化。最近来槟城的陪读家庭还真的是蛮多的，而刚刚搬来的家庭大多会选择暂时不买车，选择步行可达学校的小区，所以就比较好理解了。最近租金涨得快的主要都是步行可达国际学校的小区，因为不仅是陪读家庭有租房的需求，某些学校因学生大幅增加而扩招的老师们也同样有租房的需求。另一方面，槟城的国际学校学位有限，等到学位饱和无法容纳更多学生了，租金自然也就不会一直无限上涨。但是目前因为租金上涨已经导致了生活成本增加，可以通过其他的什么方式来抵消掉呢？这个后面再聊。再看回片头说到的水费，之前槟城的水费极低，这也是我一直和朋友们炫耀的。列在表格里，每月10令吉已经是很保守的数字了，根本个位数就可以搞定。其实年初也一直有看到新闻，说是政府要撤销水费补贴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靴子落地。现在还是保留了2个月收一次水费的习惯，但是账单数字跳到了50多令吉。后来也了解到，这次水费涨价还同时增加了最低收费和阶梯制收费的政策变化。当然，涨价的绝对数字并不算大，1个月只有30令吉左右，但是给我带来的心理冲击还是挺大的。毕竟不知道这之后是不是还会跟着一系列其他内容的起价。其实电费和排污费也有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这是2月份的电费账单，67.85令吉。这张是3月份的，92.91令吉。不过这30令吉左右的差价并不是电费的涨价，而是进入热季后正常的电费增加。看一下，变化的是这里，服务税从原先的6%调整到了8%。对于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或每月电费超过219令吉80仙的家庭用户才会征收，因此对于我们家其实是没有影响的。再看看排污费，这是原先的账单10令吉每个月，这是现在的账单每个月12令吉。可以看到其实涨的幅度并不大，但就是会让人忍不住担心，之前通知涨价的水费、电费、排污费都一样靴子落地了，那么传闻中取消95号汽油的补贴是不是也会实施呢？不过关于汽油补贴的事情，我也看到有不少新闻评论，基本思路是因为油价波及面会非常广，不是那种说涨就能涨的项目，所以我们就继续享受一段日子吧。那么样样东西都在陆续起价，怎么办？其实全世界应该都差不多都在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压力，大马可能还算是比较温和的。为了消化掉每月增加的生活成本，无非就是开源和节流这2种方式，而比起开源，好像还是节流更容易一些。当然这里说的节流绝对不提倡该用的不用，1分钱掰成2分钱来花。前面提到的这些水费、电费或是排污费，因为政府起价而发生的成本变化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，大抵最后只能接受吧。而其他2个起价项目应该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改变的，比如说起价的主力军房租，如果我们选择开车，不用直接住在学校步行可达范围内的小区，那么选择就会多一些。
又或者本身就不是陪读家庭，只是退休养老，那么更是可以直接避开学区，成本应该就更加可控了。而对我们来说，另一个起家项目保险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刚刚来大马时选择的医疗险，其实这几年的使用体验也都是不错的。不过今年的缴费增幅比较高，不禁让我们对未来的缴费增幅的不可控产生了担忧。正好之前做保险篇的时候，孩子们的爸爸仔细研究了各种保险细节和产品内容，所以之后我们会做一些调整，这样基本上接下来几年保险这块就可以不用担忧了，无论是保障上还是成本上。最后还有一项就是被大家忽视的理财工具的选择，选择了正确的理财工具和方式，你省下来的钱完全可以覆盖之前提到的这些生活成本增加。我最近关于这点提的也蛮多的，但好像在意的人并不多。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家庭，每月的生活开支费用基本上都是从境外转账来马来西亚的，而境外转账的门道还真不少。建议一定要活用 Wise 和 IB 这样的工具，这里面一来一去的转账损失真的可以覆盖你增加的生活成本。还是看几个例子吧。一、办理2家需要转50万马币来马来西亚银行，是直接从所在国的银行账户转钱去马来西亚银行吗？以美国朋友的情况为例，如果是直接从美国的银行账户直接国际转账美金去马来西亚银行，总成本会多出5000多马币。来看看正确的打开方式。Step 1， 首先从美国的银行账户转账等同于50万马币的美金去 Wise 的美金账户，免手续费。Step 2， 从 Wise 的美金账户按照中间价汇率换汇至 Wise 马币账户， Wise 收取不多的手续费。Step 3，从 Wise 马币账户转账至马来西亚银行马币账户，手续费基本忽略不计。那么在其他国家的朋友也是类似的操作，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再回看一下之前的银行篇。其实6年前我们办2家时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，那时候还不知道 Wise， 采取了错误的方式，回头想想损失不是一点点。2，每个月的生活费怎么转来大马？当然也不建议直接从所在国的银行账户转钱去马来西亚银行，这种情况下可以更简单，直接使用 Wise 的实体卡片在马来西亚取款机上取马币现金就可以了。Wise 每个月一般会提供1000马币的免手续费提款，超出部分会收取超过金额部分的1.75%费用，这样其实收取的手续费也是有限的。3，国际转账有没有可能不收手续费？还真的可以，只要申请了 IB 账户，每个月都有一次免手续费的转账。具体的不了解的，也建议再回看一下之前的银行篇，这里就不再展开了。目前银行间都有在预期下半年美金的存款利率会下调，那么如果后面不能继续赚取高额的美金利息，面对每个月慢慢增加的固定成本，有什么其他办法呢？其实个人认为，如果能在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有个投资回报率高的房产，每个月有稳定现金流来覆盖现有的支出，平衡通胀，或是以房养房，倒也是个不错的做法。以上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，有任何想法欢迎评论区讨论。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，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，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。